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也已经越来越往右。为什么极右现在那么受欢迎？是人民过得不好，就是他日子过得不好。极右它本身一定是非常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种族主义，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大家好，欢迎回到政大国关中心，我是俊。今年6月初，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极右派势力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另外呢，法国总统也在选举结束后立刻解散国会。但是除了引发了各党混乱之外，也是欧洲议会选举后唯一采取大动作的国家。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卢倩怡老师来跟我们解析一下今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这样的趋势。那为什么马克宏要解散国会呢？以及这会对未来的欧洲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让我们欢迎一下卢老师。玉静好，大家好。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什么是欧洲议会的选举？那对欧盟会有什么影响？欧洲议会选举，它就是欧盟它立法的过程里头要有3个机构参与，然后才能够立法。第一个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执委会，执委会它有点像我们的行政院，然后它是唯一一个能够提案的机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把欧洲议会想象成下议院。欧洲议会它是整个欧盟机关里头唯一一个是由全部的欧洲会员国的人民一起参与，然后可以投票的一个机构。那要欧洲议会跟欧盟理事会他们都通过这个法案，才会成为欧盟的法律。欧洲啊，在政治倾向都是算左派阵营，那为什么这一次选举的结果会有极右派的席次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我们的印象当中，欧洲比较左，可能是跟美国比较，就是它可能过去社会福利等等各方面比较好。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也已经越来越往右，就整个政党的光谱其实都越来越往右。为什么极右现在那么受欢迎？是人民过得不好，就是他日子过得不好。当人过得不好，然后看到那个贫富差距很大的时候，你很容易去煽动他去支持极右。这个时候极右他就会抓住机会，会一直批评比较中间，不管是中间偏左还是中间偏右的执政，然后告诉他们说，就是他们就是那些人让你日子过得不好，然后你应该来选这个极右。然后欧盟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挨打的一个目标。因为欧盟从它存在以来，它一路上欧盟本身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右的一个结构，是因为它是非常精英主导。那这个精英主导就是包括了政治人物，然后其实也包括了企业，所以它过去几十年来的结果是欧洲整合之后，那个财富向上面集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有1/5的欧盟的人民，他们是过在贫穷，或者是有贫穷风险。然后如果是儿童的话，有1/4的欧盟的儿童，他们是贫穷或者有贫穷风险。然后再加上有很多移民，或者其实比较严重的是难民的问题。所以这时候极右他们就会吸到很多票。再加上其实战争有一些关系，特别是俄乌战争，这是极右里头得到比较票数的，他们很多是主张不要再继续这场战争，不要再一直给乌克兰军援，然后他们是主张说要让战争停止。老师刚刚说的过得不好这件事情，会是跟疫情有关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最根本的其实是跟各个会员国还有欧盟本身的几十年来的施政。这个是全世界的趋势，比较是向前看。他可能帮企业减税，他帮有钱人减税，然后可是他会去砍一些社会福利，因为企业他们到后来是越来越垄断，然后越来越有哄抬价格的本钱。通膨是 inflation 嘛，现在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greedflation， 它是就有点像贪婪，对，贪婪的膨胀，它是反映整个那个供应链从最源头，就是这些大企业他们能够哄抬的时候，他们会哄抬，
所以我们现在日子过得不好，不是完全是 inflation。这样极右派大胜对未来欧洲的局势啊，或是趋势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比较让我害怕的那个影响会是极右它本身一定是非常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种族主义，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种族主义它变成说越来越被主流化、正常化、合理化，在这个顶端的财富权力很集中的情况之下，全世界的经济它是一个不断的一直在攫取，一直在掠夺。那这个时候会造成全球南方，特别是跟欧洲比较近的，像不管是中东或者是非洲的人民过得非常不好，因为第一个它的资源全被拿走，然后它的环境劣化很严重，气候变迁会让这些地方的人他没有办法在原来的自己的家园，这个时候这些人他们必须要离开他们的家，这很像任何生物它的栖地被破坏，他就要去找其他的栖地。可是这些难民他往欧洲涌入，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的欧盟，他非常铁腕的不要让这些人去，把他们描绘成是好吃懒做，要去抢别人的奴隶，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那但是一般的欧洲的人民，他们那个反感是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强烈，加上这个极右，现在就是靠边境，它更加的军事化，更加的铁腕，然后更加的残酷的去把这些人推到外面去，然后连给他一个庇护的机会、申请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这大选结束之后呢？马克宏总统要立刻宣布解散国会，那他会那么快解散国会？我猜他的一个算计是，现在极右的这个声势很高，那看起来是接下来就是极右的那位28岁的那个叫做 Jordan Bardella， 他可能会变成总理。那历史上通常这个情况底下，那个总理他会不讨好，所以我猜他的这个算计就是好，就让他去做。你现在极右这么厉害，你就去做，然后做了2年，然后大家开始对你不满，他可以消一消这个极右的势力。对，势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卢老师的分享。看完这一集节目，你们还会担心欧洲极右派势力越来越明显吗？直接在下面帮我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通知。那我们下集见喽，拜拜。